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个频道呢，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升级我们的意识，透由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宇宙的运行法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超级厉害的玩家跟 NPC。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信念跟信仰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听众想要去知道为什么人一定要有信仰跟信念。对于你们来说，信仰是什么？信念是什么？那为什么人需要这件事情？你觉得？菜菜子觉得我觉得信仰感觉是一个核心价值。OK， 好，那信念呢？信念是数百千条，有很多的想法，你信哪一条？好，那你觉得人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感觉才有一个立足点去生活，或者是方向、执行等等的。是的。好，那桑迪嘞？我觉得信仰好像是就是对外的寄托，OK， 好，感觉对外的寄托。然后信念是对自己的原则，应该这样说吗？好，其实信仰跟信念他们很像，它太像了，所以它真的差别就是在一线之隔而已。好，那我来去讲一下信仰跟信念的差别是什么。所谓的信念的英文叫做 belief，对不对？就是你相信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用很粗浅的方向去解读，它可能也许是你的人生价值观，就很像是说，好，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往哪个方向前进嘛。比如说，我相信我会很有钱，真心相信自己很有钱的人，你觉得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子走？就会往他相信的地方去。对，那他会怎么运行？跟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成为有钱人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呢？相信他自己很有钱，就会一路，我觉得他们都会往前运行。对，但会怎么运行？他就会用相信有钱的方法来去做各种判断跟执行嘛。对，没错。所以他们的具体差别差在哪里？他们差在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有钱人的人，他们会看得见贵人、机会跟资源。可是不相信自己有钱的人，哪怕他已经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哪怕他家身边的人都是一群很棒的环境，可是他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为那个环境当中的某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就算拥有这样子的朋友，他都不会主动想要向那个朋友请教，获取更多的资源，跟建立起良好的人脉。所以这个就是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往哪一个方向前进。所以信念呢，它其实就很像是你愿意戴上什么样的彩色眼镜，这个眼镜戴上去之后是红色的，那你看所有事情都是红色的。那如果你戴上去是黑色的，你看什么东西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的 belief 会决定你接下来人生会如何去创造。OK， 那信仰它又是什么东西呢？信仰它很像是，就像刚刚桑迪讲的，你对外的寄托。可是呢，有一个更正确或者说更贴近的说法，其实是你对于生命本质的渴望。他其实在聊的反而不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聊的事情是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相信我会成为有钱人，跟我想探索生命的意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如何去导航我的人生要如何前进，另外一个是你的目的地是什么。所以人一定要有信仰跟信念同时都存在。那我们就像刚刚讲的嘛，信仰它就像是你的目的地一样。你看我们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肯定不是成为有钱人。那人生目的地是什么？蔡子，你觉得你对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OK， 好，那桑迪嘞？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吧。好，所以每个人的目的地都不同，对不对？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对啊，我好像应该要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开始产生了很大量的疑惑。所以我赚钱是为了什么？我读书是为了什么？我谈恋爱是为了什么？你就会开始有一个指引。OK， 那我要去哪里找答案？很多人现阶段的信仰找答案的方式就是先从宗教开始找，无论是基督教、道教、佛教，或者是各种你所相信的集体意识的群体。集体意识的群体它其实都可以被归类为一个组织，组织够庞大的时候，它可以就成为一个教派。那这个教派形成一个宗，它就可能变成一个偏向通往所谓神性的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庞大的族群嘛。那人可不可以没有宗教？你们觉得？可以，是可以的。所以信仰跟宗教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是呢，人没有宗教可以也会衍生出一些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好，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想想看我在探索生命的本质，可是我却没有人来教我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乱探索的时候就会走火入魔，对吧？对吧？那有没有宗教也是走火入魔？有。有没有一个指引者去指引你探索生命的本质，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会说每一个人
他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一定都会有自己的信仰，而有些人的信仰能不能是科学也是可以的啊。我就是觉得科学定义的生命本质就是我所要前往的方向，那很好，那就是你的信仰。信念呢，它其实是一个，那我要用哪一个维度去看待事情。举例来讲，科学家爱因斯坦创造了非常多哲学跟科学之间在这两个地方走跳嘛，对不对？可是爱因斯坦所推出的理论当时也被很多人给否决啊，当时很多人不相信，对吧？所以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可被验证的东西，可是可被验证的东西还会有人不相信，这真的就是你自己人生想要体验什么样子的维度，那就是你会去体验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灵性不真实，科学比较实在，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只要相信它就存在。那我想要问月月，刚刚你有提到引导人，对，那现在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面，我们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引导人？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所有路过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我们的引导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在教会你不同的东西，可是你能不能用这样子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普通的引导人或者是 random 的引导人，这就是你的智慧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很常在旅行的时候都觉得我今天第一次认识的陌生人，他会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讲这段话，一定是有他的原因，他一定是要指引我跟点通我任何东西。那另外一个层面是我真的去拜师，我真的去找一个师傅来当我的指引者。要怎么样去判断？刚刚第一个是被动的嘛，我被动的接收有人指引我，那我要怎么主动的去判断谁适合我呢？我觉得亚洲的拜师文化有一个迷思，我要先点破一下。首先呢，很多人都很渴望有人来教导我，我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惯性，因为这是一个安全感。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教导你，就像是从小到大来你遇过的国小、幼稚园、国中、大学的教授，你真的服每一个老师吗？不一定这个老师出现在你面前，你不一定服他的价值观可是这也是我主动选的啊，我主动选择这个科系，然后我主动的选择这个指导教授，可是你也会跟这个指导教授产生很大量的冲突。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所有你来到你身边的人都不能求他来教你，而是他出现在你面前，你们两个就是平等的。你可以去指引你的指导教授，你可以去指引你的师父，可是重点是为什么这个指导教授师父会来到你面前，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你要去学习的东西。第一个要先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哪怕这个师父看似是比你的生命经验还要多，但你们都是同学，一定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去找老师。你只要仰视着老师，仰视着师父的话，你的学习维度就会没有那么的全面。你们觉得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识形态哦，感觉会比较处在被动的状态。没错，我们会下意识的跟自己说，因为我比你弱，所以我才请教你嘛。那我们用我永远比你懂得少的心态去请教一个人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扩大维度去挖走他能带给你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是觉得我有东西可以跟你交换，也许我的思考维度没有你那么的广阔，因为也许你的生命经验就是比我多，可是我的思考维度也是对的，那我用我的思考维度跟你的思考维度碰撞，你就会发现他也在学习。这个才是找一个老师非常重要的地方，你是找一个对象跟他碰撞，这些火花才是你可以带走的东西，而不是找一个对象挖走他的东西，没有，不可能。你的思维的容量就是这样，你能挖走的就是这样。好，如果你没有听看画面的话，这样是小不溜丢你的思维模式很有局限的话，那你能够从那个人身上获得的东西就是局限的呀。可是如果你的思考是无限的可能性的，可是无限的可能性唯独在你平视这个人的时候才会被发生。再更细一点，好，那月月我要怎么主动找到这个人？我会说真的要说看一个人能不能跟你创造出火花，通常会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是跟你很像的人。我们永远都是要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们看不见自己，所以我们只能透过一个镜像关系看见自己。所以通常跟你很合的人都是跟你很像的人，跟你很像的人其实他身上的东西就是你有的东西。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引导师去挖走他的东西，而是找一个引导师去看见自己。
原来有这样的可能性，原来可以碰撞出这样子的火花。就像是大学的时候，你可能在写专题，然后你在找指导教授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找啊，你就觉得这个老师感觉性格不错不然就找这个老师来学习好了。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逻辑标准，真的要问逻辑标准，我会说一句话是，第一个，这个老师他的身心灵状态有没有真正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举例来说，有些老师灵力非常的强大，但是他吃不好睡不好，人际交友非常的封闭，然后落地能力非常的局限。那我会说，这样子不平衡的状态的确会是我们要有觉知的知道，他还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之前，能给你的东西就是有限的。所谓的能够把真正的落地生活照顾好的人，一定是第一个，他跟家庭的关系是有他的相处之道不能说跟家里关系好就是好，就是他有他的相处之道。好，他有健康的人际关系，他身边有一群爱他的人，他爱的人在支持着他的生活，因为这些都是信念，这些全都是信念的养成哦。然后还有他能够知道自己的健康要怎么样去照顾好他的肉身，他的载体，他知道怎么样去平衡。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不怕面对他的脆弱跟痛苦。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当你能够感觉到这个老师他在处理自己的课题的方式是你觉得舒服跟你觉得平衡跟你觉得喜欢的话，那他就适合你。因为现在网络上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人出现，那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那我要向这个人学习吗？我要向那个人学习吗？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人呢？就是从这些身心灵3个方面去看，就是最容易的。那人为什么一定要信念跟信仰？在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当中，你们觉得嘞？人为什么一定要信念跟信仰嘞？没了会怎么样？没了就没有方向了，突然不知道干嘛。对，就会突然不知道要干嘛。没错，地球它就是一个有限制的游戏规则。什么叫做有限制？我们很多的价值观碰撞其实都是限制，我们的肉身本身也就是一个限制。限制就代表说它有它的玩法，就很像是一款游戏界面一样。如果这个游戏的地图可以无限的扩展，你反而会在这个偌大的地图当中不知道要去哪里，对不对？可是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些游戏，就是它的游戏的地图可能推到最左边它就会卡住了，对吗？对不对？我的滑鼠标然后用到最左边发现没了，不能再过去，太好了。那你就知道，好，我现在的游戏规则就是玩这个界面的东西，界面以外的就是你现在不需要触碰到的世界，那我就玩这个界面的东西。这其实是好事，有限制是好事，有限制反而可以让你更清楚锚定你现在的方向跟目标。而地球本身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的肉身它就是一个你不吃饭不喝水就是会死掉，就是会被淘汰掉，就是会没有办法运作的一个载体。所以这个限制反而会让我们厘清一件事情，是你来当人类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这个容器照顾好，这就是你最大的限制。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天24小时还要花8小时睡觉？时间好像对有些人来讲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我偏偏还要有睡觉这个游戏机制？就是因为睡觉它是喂养你肉身容器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那你在睡觉的时候会去干嘛？可以回去看我在讲梦境还有失眠那期 podcast， 你就可以知道睡眠对我们人类当中它到底背后蕴藏了多么大的价值跟意义。你其实会在睡眠当中收获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不睡觉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不睡觉的人，会有任何一个医生跟你说不睡觉好啊，太棒了，不睡觉没关系，代表你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哦。会有任何人这样跟你讲吗？没有，对不对？就是因为睡觉很重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很多人就是死不明白这个游戏规则，我会这样讲。你看我们都知道把自己照顾好就是要睡觉，可是我就不睡觉，为什么嘞？当你不明白这个游戏规则也不执行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呢，你就会在这个动荡当中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有些人就是透由非常的超烂，我这样讲，超烂自己的身体之后才发现，哇，身体好重要哦。我不单单会从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身体原来很重要，我还了解了对啊，为何我要睡觉，我的身体这么重要，那你就会开始去了解生命的本质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限制当中找到生命的本质。睡觉只是一个举例，那也有很多是可能我透由搞砸我的人际关系才发现，我的生命其实不能没有人际关系耶，然后开始去探讨人际关系为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讲这么重要。那不就回到源头了吗？所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地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意识提升的修炼场，在这个有限制的壳当中找到自己无限的可能性。可是我也必须得说，那个无限的可能性是存在在你的脑子里面的，你的思维形态的，不是你的三维状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看哦，自由是什么？你觉得我们人真的有自由的一天吗？如果我们把自由定义真的毫无限制，你觉得人类有可能真的自由吗？没有，还是会受肉身的限制。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限制当中去寻求自由嘛。所以真正的自由其实不是物质上的自由，是你思想自由，这是最重要的。当你的思想一自由了，你的物质有再多的限制，你都知道你的心是自由的，它会散发一种自由的情绪、自由的情感、自由的光，然后你就会活在自由的频率里。尽管你还是要去帮自己家的孩子把屎把尿，你还是要照顾自己的家人，你还是有自己的责任要顾，可是你的思想自由，那你就会整个人是一个很轻盈的状态去面对那些限制。不轻盈的状态面对限制是什么感觉？它会衍生出的情绪是什么？愤怒，对，还有什么？难过，焦虑，然后呢，这些负面的东西就会吞噬你。所以其实我们真正有信仰、有信念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找到自己思想的自由，哪怕眼前一堆狗屁倒灶的鸟事，你都可以自在的去面对。这才是我们要去训练跟所修的。那信念，什么才是好的信念？我们这样子讲好，有没有人的信念是很复杂的？你看 belief， 我相信我举个例子我相信不断的说谎会带给我好处。有没有人的信念是这样？有没有人的信念是我不断的伪装就会带给我好处？这个信念有不好吗？你们觉得？好像也没有好或不好，就是如果对那个人来说很舒服的话，也许对他来说就是好的。好，那猜猜这个，他如果把这个信念用得好，那就好。OK，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我刚刚举的例子是伪装嘛，那我们就要聊聊信仰了，信仰跟信念的冲突了。你觉得信仰的本质是要带给我们找到生命的本质，对不对？那你觉得生命的本质可以是伪装吗？不行，为何？因为本质就是最纯粹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伪装的话，就看不到那个纯粹的东西。没错。有趣的事情就是信仰它是终点，信念是通往这个终点的路径。所以呢，只要你往这个终点的路径是跟这个终点的游戏规则不符合的时候呢，这个信念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生命体验当中瓦解。也就是说，我小时候觉得说谎可以带给我好处，你会在生命的有一天发现没办法，说谎真的不会带给我们好处，它会带给你更多的麻烦然后最后你会更靠近更真实的自己。所以信念它是会一直改变的，信念它就跟价值观很像，它会改变你所看见的东西，同时也会让你更靠近更真实的自己。所以这两个东西它是一定要同时存在的。你现在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如果他的信念是很扭曲的信念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他总有一天会在这个信念当中看见冲突，然后瓦解、重组、经验，然后升级。所以信念是会改变的。就像是我在去年最大转变的信念就是不坚持自己的信念你知道为什么人会很痛苦？我在去年的时候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核心的信念，是我想要满足所有的人。对我来讲，满足所有的人的确带给了我很多的好处。你看，我当一个好人，我当一个善良的人，我当一个不产生冲突的人，的确带给我超多的好处啊。身边的人好像都好和平哦，表面上都没有什么冲突，然后好像所有事情都照着我所想的那样子前进。然后直到我发现没有，这一个我想讨好所有人的东西是违背我的灵魂蓝图的，是违背我的信仰的。然后很多事件就开始发生，突然的背叛，突然的离开，突然的归零。然后那些突然的归零都让我措手不及，这些突然的变动，我原本的信念已经没办法支持我了。我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说不行，我要放手这个信念了，这个信念没办法再保护我了。所以我换了一个信念，我升级了这个信念，是也许不要紧守着那个我当下所相信的事情，保持弹性才是我接下来要去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亲手抛弃了这个信念，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玻璃感。你看我现在身上穿的是蓝色的衣服，我看着这个蓝色的衣服10年，我就是知道它是蓝色的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它变绿色的，然后跟我讲说没有，它其实是绿色的，天崩地裂耶。他说哈，可是这10年间我亲眼见证它是蓝色的啊，可是你突然跟我讲说它是绿色的，其实会很疯狂，你会觉得那我之前相信的东西是什么啊？我是不是有病啊？我是不是活在一个伪装的壳里面啊？那个瓦解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可是它是绿色又怎样吗？你看这件衣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件衣服变绿色是不是也很好看呢？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换一个形式并不代表它是错的，反而它会带给你很多新的体验。就像是我穿了这件蓝色的衣服10年，突然它变绿色了，那我就恭喜我有一件新衣服那就穿上这个更适合当下的我的新衣服继续往前，它其实不会带给我们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就是信念很酷的地方，我们要不断的去检视自己的信念，然后要有勇气去瓦解自己的旧信念，它是需要训练的。那你们觉得它可以怎么样被训练嘞？你们的生命历程都是怎么瓦解自己的信念的？我会感觉要有一个事件触发，OK，就是要有事件触发才会去训练到。如果要自己直接去训练的话，还想不到。OK， 那蔡蔡子我会反问自己 ，OK， 怎么反问？就是原本这个信念，那如果这个信念的反面是什么，我去执行反面看看。没错，而且还要有看见自己信念的眼睛哦。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是，信念它就是你创造实相的编剧。你相信什么就会创造什么，它跟显化的逻辑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你相信的东西的确显化了你所想要看见的了，对吧？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看看，第一个，你现在的生活形态，你正在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模式，重复出现的模式是什么？这个很细微哦，这个要很了解自己的人才会知道。举例来讲，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喜欢买单他的买单是什么？他不一定是说我要请客，而是说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他永远会当那一个先去结账的人，因为他想要把大家照顾好，他永远都会先去结账。想要结账的这个背后的信念行为是什么动机？你们觉得？他想要爱大家。然后他是一个不喜欢制造麻烦而是喜欢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先帮大家解决最基础的问题，那大家就没有什么烦恼了，那我要当那一个能够帮大家解决大家可能最复杂的事情的人。因为最复杂的事情被人解决了，其实朋友们会感觉到很开心的。谁想要当那个结账的人啊？因为收账超困难。你看一群人去唱 KTV， 好10个人，有人有喝酒，有人没吃饭，怎么算？好难，可是那个结账的人就必须得要承担这样子的角色。透由这一些小小的惯性行为，你就可以知道说，对耶，我总是当那个先结账的人耶，是因为我背后的动机是想要解决别人的问题跟麻烦，不就同时等于我喜欢承担别人的问题跟麻烦吗？ OK， 所以你看见一个循环了。那这个信念真的是能够支持你的吗？就是这样子的行为有在支持你的信仰吗？好，那信仰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第一件事情，爱自己。好，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它会消耗你吗？还是你觉得没关系？有些人真的觉得没关系，可是其实有些人是知道是在消耗自己的，但他不愿意看见跟不愿意承认。OK， 所以承认那一些很细微的感受绝对是第一步。好，如果你承认了，对耶，这件事情开始消耗我嘞，那怎么改变？好，我们就开始可以做不一样的东西哦，开始清理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所有听 Podcast 听众的人，你们现在可以马上直觉的去浮现，现在你觉得你身体哪些部位感觉到紧绷？好，蔡蔡子感觉到哪里紧绷？肩膀，好，肩膀。你们两个都肩膀。好，那你觉得这个肩膀想要告诉你什么样的讯息？为何它会紧绷？扛太多了。你们两个一样是不是？难怪会坐在这里。好，那为什么你要扛太多嘞？觉得必须。你觉得必须，觉得不得不，好，那为什么觉得必须跟不得不呢？不然谁要扛？好 OK，不然谁要扛？那你呢？不然谁要做？好，有人逼你吗？也没有。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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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没有人逼你，为什么你要做？我逼我自己。 OK， 那没有人逼你，为什么你要做？
想不到。这就是大家值得去检视的地方。你会发现我们的紧绷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它，所以我们当然没办法去解决它，对吧？可是很少人会静下来真的去看见那件事情。就像是我刚刚问你们问题，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人去逼你啊。为什么有人逼得动你？这也是要去问自己的问题耶。那为什么别人逼你就做？那没人逼你干嘛要做？对吧？还记得我一开始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吗？紧绷。紧绷给人类的讯号是什么？压力嘛，不舒服。对，压力。你其实身体不想要啊，你的生理上都做出我不要的反应了，但是你还是去做。也就是说你的灵魂已经在告诉你这个东西不适合你了，可是你硬要继续动着你的身体去做，也就是说你的意志力去走向了那个根本不适合你的道路。可是问到核心，对啊，那你干嘛走？黑妹，你没有选择权吗？那我问问看菜菜子，你觉得你有选择权吗？有。那你要选择什么？选择我觉得身体顺的，整体顺的，作息也顺的。那跟你刚刚那个紧绷呢？你可以选择没人做那就不要做啊。确实。有吗？你觉得你有这个选择吗？我觉得我有。 OK， 那为何你选择了另外一个紧绷的能量？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做。好，这就是信念。如果你有一个我必须得做的信念，不好意思，你展开的灵魂蓝图就是紧绷的灵魂蓝图。所以所有你所显化在你身边的都是你不喜欢而且还会带给你紧绷的能量。那桑迪呢？为什么要去？你没有选择权吗？有。OK， 那为什么没有去做？你说选择不做吗？对啊，选择另外一个能量，因为你现在选择的是紧绷的这条道路嘛。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会让你轻松的道路呢？还没试过。很好，很好，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敢去推翻自己信念的原因。因为呢，你除了看见这一些让你紧绷的东西之后，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你真的知道你往另外一个其实会让你轻松的道路要怎么走吗？就像在写剧本一样啊。OK， 我知道现在你已经走过了，你不只写，你还走过了，这条路就是紧绷。好，另外一条路目的一定是轻松的，怎么走？你们有没有想过？好，那我们来想一次，菜菜子你觉得那股轻松的路怎么走？就反向走。咋走？那条路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有什么样的景象？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你有想过吗？我会觉得一开始是很紧张，但是心里会很雀跃。会有很多的动力，跟你内心会有爱的感觉。但是你要拿什么交换？你要付出什么？行动。驱动这个行动的东西是什么？新的信念。那你需要哪一个新的信念？我要轻松的去执行吗？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是可以轻松的达到那个目的的，你的灵魂蓝图就会打开一道门，然后完全走到这件事情。可是很多人都只会专注在我的不得不，而不相信我可以轻松的完成这件事情。OK， 但是轻松的信念是需要证据来支持的。好，所以你现在讲到关键字轻松，对不对？你觉得现在做哪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到轻松跟放松？躺在海边晒太阳。没错，很好。所以逻辑就是这样子的哦。你现在要改变你的信念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找到这个信念的证据，让你长期处在于放松的状态。但是很多人就会想到可是现实生活中不允许我躺在海边晒太阳啊，那一定有一个中间值。好，那你去想想，你现在是马上能够躺在海边晒太阳吗？明天就可以的，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我人还在这里。那我们一定有一个是你明天就能做的，那也许就是去喝一杯咖啡。所以也许咖啡它可以带给你驱动力，咖啡可以带给你生命力，咖啡会让你觉得我在这个咖啡厅的氛围里面好放松哦。那你就是在也许真的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可能性当中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刚刚问你的事情是你马上能做的，就代表说它其实对你的成本不高，那就去做啊，让这些证据不断的出现在你面前，你的信念的系统神经才会被建立跟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呢，我可以轻松的完成我想做的事情的这一句话，它会变成事实。而当是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得不的信念会慢慢消失。那我开始用对啊，我可以轻松的做事，去做一样的事情，就不同了。你觉得会有哪里不同？就变得轻松了。但你做的事情一样哦，对吧？
心境不一样了。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自由是在这里的，不是你在做的事情。能够理解，你会发现所有的信仰是怎么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你认为你这个生命想活成什么样子，然后建立相对应的信念，这个地图就会被展开，展开来之后你就会走在这个节奏上面，是不是很好玩？很好玩吧？所以一样的，没有人是必须得活在紧绷里的，没有人，除非你的信念就是紧绷才能生活，紧绷才能过活，那的确你就会一直在这个紧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为什么矛盾的原因，他在不相信自己可以轻松的前提之下抱怨为什么现在的我的生活这么的不得不。没有人，真的没有人逼你，真的没有，可是很多人都以为有人在逼他，这个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想清楚这个过程会帮助我们自己放过我们自己。因为对于我来讲也是，我很感谢我现在的生活是过在一个我非常享受的一个灵魂蓝图道路上。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思维模式。每当有人跟我讲说你必须得要很辛苦很努力摸爬滚打走上去才叫做真的成功，我就会觉得讲说假赛为什么？对啊，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不觉得你这个价值观这个信念是错的，可是我认同吗？很多人不会问自己认不认同，然后他就一并的吞进去了。所以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的信仰？因为你有信仰，你有信念，你才不会被这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拉走。那当你不被拉走的时候呢，你永远都在围绕自己的灵魂蓝图前进啊。那你围绕着自己的灵魂蓝图，你怎么可能会出错呢？这就是底气的养成，没错。所以呢，透由问问自己的紧绷，去思考这个紧绷的源头，然后去想想看这个紧绷的源头的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那我要如何喂养这个方向的情绪能量去执行，它就会产生一个循环，然后这个循环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显化力。所以显化力其实都是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所开始的。那些显化，比如说谁不想显化有钱，对吧？告诉我谁不想显化有钱？能有钱干嘛要没钱，对吧？可是很少人想过有钱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你没有想过有钱对自己的意义的时候，那难怪有钱没办法降临在你身上啊。我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思考金钱至于我而言的本质，人际关系至于我而言的本质，工作至于我而言的本质是什么，我才一步一步的去显化我的那个路径。很多人都会没有办法去锚定自己的能量场，也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相信什么。你们觉得你们内在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们觉得你们的灵魂蓝图是什么？都是从灵魂蓝图开始的。你知道自己的灵魂蓝图吗？我问上帝，你觉得你的灵魂蓝图是什么？这讲起来不是蛮庞大的吗？但你可以去想想，对啊，你生命活在这个当下，它是为了要让你走去哪里？看见自己吧。没错。那这个路径要怎么看见？看见自己的路径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步一步去判断哪一个是对自己比较轻松的方式。OK， 那菜子嘞？我的话比较像是在各个面向去平衡的扩张我自己。那当然这个扩张的终点是什么？我觉得当然也是完整的自己，或者是那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自己。你看哦，其实了解自己的灵魂蓝图有蛮多方式的。举例来讲，你看八字，你看人类图，你看你的星盘，其实你出生在这个地方，你的基本盘面已经被安排好了，而这个就是所谓的灵魂蓝图。有些时候呢，看过八字，看过星盘，看过人类图 whatever 你看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你也不会相信，你还是得要自己走过一遍。OK，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你走过的路的锚定，它是你的生命轨迹。举例来讲，你知道我昨天很好笑哦，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常写下我的当下的感受跟想法，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我的限动都可以，就是我一天大概可以产出1000个字吧我小时候写日记的习惯，长大之后有手机之后我就会写在我的记事本，然后有 IG 之后我就直接发在我的 IG 上面。然后呢，前阵子吧，我除了透有写日记之外，我很喜欢跟身边的人聊天，聊我当下的状态。我昨天跟我朋友去爬山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说，对啊，我当初我的身心灵频道是怎么被成立起来的呢？然后就回想，对耶，是3-4年前的时候，它是在我们交友最密集的时候，就是我刚好成立的时候。我就说，对耶，我的原本的 Ruth Frequency 那个频道是要记录我旅行的东西，在旅行当中悟出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变成文字，把它变成贴文。然后我发现慢慢好像这里就是我的觉察日记。后来就发了我镜子练习的影片，到现在一步我又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朋友就提醒我说，对啊，你不就是在欧洲的时候觉醒的吗？那我就想，哈，是耶，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我完全忘记我开始听得见我指导灵的声音的时候，是我人在几年前在希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开始大量的阅读古希腊文明，然后去他们很多的能量点，那个时候不知道那叫能量点，那个时候可能叫做宙斯的家。希腊有个地方叫宙斯的家，然后宙斯的洞窟，他那时候逃亡进去的洞窟，然后你要到那个洞窟，你是要爬一个岩壁上去，我忘记爬2-3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爬上去就只是为了看那个时候宙斯就是在逃离他爸爸躲起来的地方。可是那里是一个很庞大的能量点，事后连接回去我才发现那是一个很大的能量点。我就是透有在希腊的很多地方开启了我很多的记忆，然后连接到我那时候的指导灵，然后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是我的朋友提醒我。我想说对耶，然后我才开始去回忆，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的价值观，我的信念是什么，我那个时候用什么样子的形态在生活，跟我现在又有何不同。你不断的去看见自己的生命轨迹，其实你就会越来越理解你的灵魂蓝图。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是要透过不断的出国接触当地的能量连接，我就会开启那个能量平行时空。所以我对于土地的连接是非常敏锐的，我才知道说我这个人的灵魂不能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去年才出国去了12个国家，然后这12个国家分别都带给我不同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顺的，那这就是灵魂蓝图啊。所以去透由你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路，你就知道哪一条路走得很顺，就坚定的往那个方向走，因为它就是你这一个人的使用规则，你的人类的使用手册。那我也想问问看你们，你觉得你们现在马上可以想到，对耶，我好像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都带给我很顺意想不到的惊喜跟礼物，会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不然我好像也是出国耶。你也是出国？我只要出国都蛮顺的。为什么？可能心比较敞开吧，就觉得反正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吧。那这个敞开带给了你什么惊喜？就是你不知道会收到什么东西。那这个惊喜如何发生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你如何使用这个惊喜？大家要知道，灵魂蓝图是要使用的哦。你看你在阅读你的使用说明，跟你真的使用这个东西是2件事哦。OK， 所以你知道你的灵魂是非常需要出国，因为出国会带我敞开开心的感觉。然后呢，你如何使用这个敞开的能量在你的生活呢？这个就是知道灵魂蓝图跟有没有使用灵魂蓝图的一线之隔。OK， 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你怎么使用这件事情，因为你真的使用得上，它才是你的天赋，它才是你生命的，你为什么会活成这个样子的意义。你觉得你怎么使用它？你说在台湾嘛，可是台湾不就会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就是你要怎么心那么敞开，所以我才说环境不重要是心境啊。你要如何带着这个心境，它才是你的东西啊。如果一个东西是只有出国才找得到的话，那就不是你的东西。所以可以去想想看。举例来说，我好了，我非常知道出国永远会给我很大的礼物，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16岁的时候就为我自己的 YouTube 开了一个旅游频道。就如果大家找得到的话才找得到我频道，我影片都没有删。我小时候就知道我好喜欢出国，因为出国的确给我很敞开的能量。可是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把这些敞开的能量留住？就是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不是记录在自己身上，
或是回忆里面，而是我要变成具体的产出、具体的影片、具体的作品，我回过头才有东西可以看。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开了一个旅游频道，我应该上传了应该有10支影片有，后来我上传了1年我就没再上传了。然后到现在我去踩的每一个能量点，我又用一样的方式，无论是发在 IG 上，无论是直接录成一个 vlog 的给大家看，它才会成为我具体留在这个地方的东西。你看哦，我明天会上一支我去西班牙跟在英国，反正就是我明天 vlog 要上我在英国的那个 vlog， 这是3个月前的事情，可是我3个月后再看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我都获得好大的力量哦。所以每当我低潮的时候，我就回去看这个影片，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给我了敞开的感觉，那我要把这个能量锚定回来，给此刻的我力量，这个才叫真正的使用你的生命，使用你的灵魂蓝图，使用你的技能。那菜菜子嘞？我的话就是讲话文字，没错。所以你现在也在使用它了呀？没错。你就使用它后跟我相信你以前就知道你喜欢写字文字，到你真的是把它变成一个帮助别人的工具。我以前是一直写文字，然后写日记，也是一直用，就是 IG 上面写。然后我有发现，确实会锚定很多也有共感，或者是很喜欢看我文字的人。然后到现在讲话，其实日常生活以前就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找我聊天，就是会来聊天，然后瞎聊也好，或者是就是有事情就会找我。那到现在就像是我觉得我做疗愈师，不管他是在分享什么，但我觉得就是很大量在使用语言的力量。对，当你在给自己力量的东西也分享出去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心境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很踏实而且会觉得更扩张，就像现在我有来到这边，对，你会觉得你在原本的天赋不断的扩张。所以那个扩张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你不断往前的动力，对不对？对，所以灵魂蓝图是要让你往前的。一个会让你感觉到我想继续往前的东西，就是你此生来地球的目的。所以去找到那一个会让你一直往前的东西太重要了。那你当然可以从星盘当中去知道你可能对外展现的时候你是水瓶座。好，那水瓶座独有的能量是什么？就是他的创造力很强，他的思考是没有局限的，他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原来我有水瓶的这个特质，那你就可以去研究这个水瓶的特质要怎么持续的优化它。你的星盘会有它，就代表它是你的天赋，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那就去做做看啊，去做做看，不断的做，不断的顺，你就会发现你终于找到人生的那个正确的导航了。然后那个导航会让你开启很多的生命力，就会减少很多的内耗跟不快乐跟焦虑感。真的。所以呢，也非常推荐大家不断的了解自己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无论这个频道能不能带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启发，但是如果每当你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时候，你不妨就真的去看看这一些身心灵的资讯会带给你什么样子，看见生命不同的可能性，它都是很好玩的。对于我来讲也是，我觉得在我的2025年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也是我的信念跟信仰支持着我的。那我的信念是什么？我把它记下来。我真的是度过那些砍掉重练的时光，我发现我有一个很核心的信念，就是我是地球玩家。我是地球玩家的这个核心的信念陪我度过了那一些荒谬的事件，我都可以用游戏的概念去解读。举例来说，可能合作关系环境都一直在变化的时候，虽然我当然很痛，如果是没有人是麻瓜的听众就知道我们的房东很难搞。过了1年之后，这件事情没有结束。我们的房东他是一个比较活在自己世界的人所以违反他游戏规则的人呢，他都会格杀勿论。所以不论是我们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他觉得他理亏，然后跟警察杠上，然后各方面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错，尽管我们举证了，他都可以很理直气壮。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处理到现在。这件事情也是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又遇上这件事情啊？早知道怎么样啊，又知道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带给我们大量的焦虑，没有错。可是就是如此的混乱，可是我永远知道我就是一个玩家，我相信我的游戏规则是可以被改写的。所以呢，我能够永远都有能力重新开局，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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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的游戏
也就是说，好，如果这场游戏你要这样玩，那我们就结束合作关系，那我们就好好的处理法律的问题，好好处理我们该去面对的东西，处理完之后我有重新开局的能力。所以我永远不会觉得此刻的这些烂事就会直接定义我接下来人生的状态，不会，我会觉得那就是此刻，那我好好的面对完，那游戏规则再创造就好啦，我大不了离开这个环境，大不了离开这个人，有什么好失去的嘛？我觉得这个我是地球玩家的这个信念真的支持我去不断的想要强化我这个玩家跟这个角色。所以我知道那地球如果只是一场游戏的话，我要么就是改变游戏场景，我要么就是强化这个角色，我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如何强化呢？比如说我觉得我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学习，我学习了攀岩，我学习了，我接下来去考瑜伽师资，我永远都不断在进化我这个角色的状态，因为我知道强化这个角色永远都会带给我好处。所以这个信念让我度过了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刻。我什么样的信仰支持的我呢？我觉得支持着我可以勇敢的结束很多东西，不是哪一个宗教群体，而是我对于生命流动可能性的信仰。也就是说，我的内心深处都很清楚知道，所有的失去，所有的瓦解，都是为了让我的灵魂蓝图这条路径腾出更多的空间。因为我很相信我的高龄就是我的信仰，宇宙就是我的信仰，它永远不会给我没办法承担的考验。所以这些考验都是为了让我在这个孤独感当中找到平静的力量，就是这些信仰，所以才让我知道生命的本质绝对不是要来击垮你的，都是为了让你越来越强。所以这些东西很根深蒂固的在这里相信着。可是其实很多人是知道但不相信。举例来讲我小时候是在佛堂长大的嘛，然后我们每天早上6点起来诵经，中午献香，晚上再诵经，一群人跟你诵经，100个人跟你诵经，你随便抓一个问说你知道这部经典在讲什么吗？他不见得知道。可是这个宗教信仰支撑着他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信仰在干嘛。很多人就会进入这个状态，应该大部分都是看到蛮多人在念的就跟着念了。盲目寄托心理安慰，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所以知行合一真的很难。知行合一它是我知道我相信，我还要知道为何我为什么相信。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我有研究者心我有一个研究癖吗？一个我想了解的东西我就会了解它的本质。然后就包括我不是前阵子人在上海嘛，然后我那时候去参观他的孙中山纪念馆，然后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包括我们的历史是如何演变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很多去参观的人他可能就是听着导览的人这边讲，然后看那个导览的上面写什么，然后我会比如说上面写说孙中山他可能想要推翻满清，类似这样，然后比如说孙中山推翻满清，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想说为何他要推翻，他看见了什么所以他想推翻，推翻对他有什么好处，那不推翻又如何？我的脑子就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思辨。我觉得不盲目的去相信一件事情，不带心理安慰的去认为我认同了就等于我是那个样子了的状态，是永远要有一个心是对事情保持质疑。我觉得对事情有质疑的态度，可是那个质疑态度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不是这种，而是说我想要打开一个事件的更多维度的那个研究的状态，其实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核心点。 A、B、C、D 都是正确的，那我问自己我相信哪一个，自己的选择就出现了，而不是说 A 很好好啊我去 A， B 很好那我也去 B 看看，不是的，是 A、B、C、D 都研究过一轮之后，好，问自己哪一个最适合你价值观，这一刻才是你的东西。我蛮推荐大家，无论你主动去吸收什么知识，被动的吸收什么样的知识，都不要急着下定论，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件事情的不同维度，然后去问自己，那我更倾向哪一个价值观是符合我此刻的状态的呢？你的信念就会坚定不移，而且这个坚定不移的背后是你做过大量的自我觉察的坚定不移。有些人的坚定不移是自我欺骗的，我就很相信为什么相信？我不知道，我就是相信就类似这种。所以呢也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里面，或者是不同的生命路程，都是不断的要去找到自己最坚定的那个答案，然后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但也提醒大家保持灵动
保持灵动会打开你生命更多的不同可能性。像我小时候其实是受洗过的，我小时候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也是莫名其妙进入一个基督教的地方，后来又接触道家的东西，然后又在佛堂住了很多年，然后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说月月那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就会说宇宙，我信宇宙因为我都触碰过了，那触碰过之后我觉得我又去思考它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源头是宇宙的话，那我就会说我信宇宙。所以我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经过了很多东西之后，我才找到自己对自己的定义，不是因为别人这样讲所以我就这么信。很多人会觉得说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如此坚定跟有底气，其实那个底气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探索，很好玩的，也分享给大家。希望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都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去看见自己，看见这个宇宙的本质，找到你在这个宇宙之下的立足点。那我们今天一样抽一张卡牌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今天抽比较有趣的潜意识卡牌，它的图像跟字是分开的所以你可以随机的排列组合。然后我们可以先抽字放弃酷，那我们再抽这个放弃会配合什么样的图，它会激发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你刚有看到吗？有啊，好特别哦，很特别。好，很有趣哦。我们抽到的字是放弃，然后我们抽到的图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在搭公车的一个画面。OK， 那你们觉得这张牌是什么？你看哦，放弃是不是在很多人当中是一个负面定义的词？不会，我觉得比较像清理的一种。没错。可是你看我们刚刚一讲到放弃，就突然从好紧缩的能量，不就是这些挤在公车的人吗？这些挤在公车的人都是好紧缩，我要抓住些什么，就是在公车不是摇摇晃晃，然后呢你上面不是有你要嘛抓着握把，你要嘛坐着，你要嘛靠着，你才不会被这个摇摇晃晃的状态给动摇。所以很多人他为了让自己不摇晃而紧抓很多东西，好像紧抓了什么我就是稳定的。但是呢紧抓着东西，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你紧抓着就是你在把力量交给别人，你在把力量交给这个握把，力量交给这个公车。你看再讲一个更惨一点的，如果这个公车突然跌落山谷，你觉得紧抓着有用吗？没用，因为你始终就是抓着这台公车。当你选择把你的生命交给这台公车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没有选择权的人。那我要怎么样最安全？下车，对吧？当然不是说下车就安全，只是我来用一个反面举例。当你害怕公车给你的摇晃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下车就好啦。所以放弃其实就是选择的意思。你的信念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不稳定的，那请你放弃。你觉得哪个信念可以支持你，那你就去主动找到那一些导航。可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上了公车才知道嘛，我上了公车才知道原来它那么晃，给我好多不安全的感觉那你知道了就下车，而不是知道了继续在车上，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事情。所以人们紧抓着这个公车的拉环，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紧抓着那些信念不放。因为当小我跟你讲说我必须拥有这些才安全的时候，那你就会以为这是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连接我们的信仰了。信仰永远会告诉你说放下你的小我，你才能够看见窗外真正的风景。所以呢从信念跨越到信仰的瞬间，其实就是我们要去练习的，去放下对于结果的执着，转而去相信整体的宇宙流动。它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惊喜。 OK， 所以呢希望这集的 Podcast 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年去做大量的断舍离吧，去看看你是不是上错了公车，上错了哪台公车下车呗，要有下车的勇气。真的，你都知道这台车不对了，下车之后你也要相信有另外一台公车在等你。真的，哪怕它可能要让你去面对一个更庞大的未知跟痛苦，我们的力量不就是从这些脆弱淬炼出来的吗？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当你的信仰告诉你该放手的话，你就要听话。因为宇宙永远会用各种方式去跟你说停了，可以走了。听宇宙的话最重要。
OK， 你不听宇宙的话，至少听我的话好吗？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用这个 podcast 都有不同的主题来带领大家去更认识自己还有生命的本质。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那我们就下期见咯，大家拜拜拜拜拜拜。Hello 地球玩家的大家，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秒秒能量疗愈学院在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分别国内跟国外的课程活动工作坊，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导师培训课程会用什么样的模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4月跟8月还有9月分别尼泊尔颂钵旅修团还有美国的雪士达川的旅修团目前已经全数满团，可是没有报名到的光子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底还会分别开2场的海外旅修，会是在12月初，我跟妮娜会在清迈带领大家7天的旅修，在12月底的时候还有一趟巴厘岛的跨年旅修团，这次我会带大家到巴厘岛跨年。那这个活动资讯呢，会是在年中的时候才会开放大家报名，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官网上面的消息，还有我们的限时动态发布。在今年我只会有2场在台湾开课的时间，第一个是5月份，第二个是11月份。那首先5月份5月1号到5月2号，我们会在台中举办与高我连结2阶式的深度实践课，5月3号在台北举办女性力量工作坊，5月9号跟5月10号会回到台中展开7脉轮的课程，这2个课程分别有初阶跟进阶，它是完全可以分开报名的。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个报名的资讯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到官网上面看，都有详细的介绍。5月11跟12号会在台北带来金钱丰盛灵气课，在5月16到17号我们会举办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带领大家一起到宜兰的那山那谷，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到山谷跟溪流进行水火之间的能量仪式跟疗愈。那这些课程目前呢已经可以在官网上面报名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移步到官网上面详细看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1整年的陪跑疗愈师培训计划，分别会结合臼井灵气的课程，时间呢会是1整年，但是主要的实体课会是在5月23到24、7月4号、5号、8月8号、9号。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课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观看更多的细节。那5月的行程很丰盛，也是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6月，而我也即将要飞往海外跟当地的朋友见面了。那新加坡的光子们，在6月3号我会举办颂钵音疗实验室，6月4号到5号是与高我连结的进阶跟初阶的工作坊，6月6号到6月7号是金钱丰盛灵气课。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在我待在那里的1周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带到当地的你们。那结束后我会飞往澳洲，6月12到13号在墨尔本有与高我连结的课程，6月14是重启神经系统工作坊，6月18到19我会在雪梨开设7脉轮的初进阶课程，6月20到21号同样在雪梨有金钱丰盛灵气课，最后27到28号我们会在黄金海岸举办一个女性力量的2天1夜工作坊，6月26号我们会在布里斯本的海岸边预定一个餐厅，让大家一起聚会聊天吃饭，来聊聊彼此在身心路上的成长，跟在澳洲带着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跟心得，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小聚会。那详细的报名资讯跟完整的行程我们都已经整理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了，欢迎点进去看，期待可以在今年的某一站跟你相遇，我们一起把能量带回我们的生活，也把自己带回自己，升级你的意识。地球只是一场游戏，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吧。大家我们之后见。